阿莫，爹，要出去吗？你看这天，又是闪电，又是打雷的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山里采药，我去找你的。来，把药篓给我。不用。啊，那就先回去吧。啊。哎，怎么了？脚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以后得小心啊。走。是不是冷？怎么不进去啊？爹，你有心事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。昨天宋家送来了婚书，我一想啊，你马上就要出嫁了，我这心里啊，倒有点舍不得。你宋家的伯父伯母，倒没什么可担心的，唯一这位准女婿，毕竟
他离家多年，他的品性变了没有？我还听说他的骑射、武艺都很好，可是一个读书人，为什么要去练武呢？他的脾气怎么样？会不会欺负你呀？再说了，他是要参加科举的，万一考中了，到外地为官，我岂不是很难见到你了吗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如果一个人嫁出去，万一有人欺负你，我又不在你身边。女儿今天见过宋公子了。你们见过？那你对他什么印象？他看得懂手语。真的是这样？哎呀，那说明他对你是用心了。那我就不用为你担心了。来，你出家前，我们再练一练。看着我的嘴型，爹爹，对，用力，爹爹，爹对，爹爹，爹爹爹爹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雨草，哇，宋管家，您过来了。林大小姐在家吗？啊，在，这边请。好。大小姐，跟我来。好，这位是宋管家。大小姐，我们家老爷知道明儿便是林大小姐的生辰，特地命我来给大小姐送生辰礼物过来。这是专门请人在京城买回的布料，希望林大小姐能喜欢。好漂亮的料子啊！京城的布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难道我林家买不起不成？本小姐置办衣服的布料，可全是我娘突然从京城捎回来的，也没什么稀奇的嘛。二小姐，这也是宋大人的一番心意啊。哦，我们家大小姐是谢你呢。哦，大小姐不用客气。我们家老爷说了，你我两家很快就成一家人了，以后更应该勤走动才是。是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请。啊，留步。那您慢走啊。我还以为多好吃呢，
也不过如此嘛。哎呀，兴许不知放了多长时间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是不怎么样嘛？你不信啊？你尝尝。你看，连他自己都不愿意。一块不知放了多长时间的破布，一碟不知放了多长时间的糕点就给你打发了，还给人家作揖行礼，可真是怕嫁不出去啊！怎么，不爱听啊？你别以为宋家是真的看上你了，我都听我娘说了，咱们家爹爹对宋家有救命之恩，宋伯伯这是为了报恩，明白吗？我还听说，他们家公子根本就不愿意回来，是被他爹一连10几封家书从京城给招回来的，他自己也是反对这门亲事的，不然怎么回来这么久了，还没来我们家登门拜访啊？这才对嘛，又不是傻子，谁会娶一个又聋又哑的夫人？你这样嫁过去，以为会有好日子？我话还没说完，宋家公子无论样貌文才都属上品，心气是高得很，大好的姑娘多了去了，估计你嫁过去没几天，就张罗着给夫君纳小妾了。二小姐，大小姐她听不见。听不见又怎么样？我愿意说行不行？我还听说，他们家公子根本就不愿意回来，是被他爹一连10几封家书从京城给招回来的，他自己也是反对这门亲事的，不然怎么回来这么久了，还没来我们家登门拜访啊？谁会娶一个又聋又哑的夫人？你这样嫁过去，以为会有好日子？来，明天就是阿莫的生辰了，不知不觉长成大姑娘了。是啊，儿子记得阿莫早些年才这么高，一转眼都要出嫁了。玉嫂啊，哎，明天早上记得给阿莫煮碗长寿面。是。阿莫就要出嫁了，这是阿莫在家的最后一个生辰。谢谢祖母。吃饭。吃吧，来。看着点多。大小姐睡了。明日就是大小姐生辰了，这棵桃树又要开花了吧？这还用问呐？你又不是没看见啊！每年大小姐的生辰呐，这棵树啊都要开花，
特别准呐。这桃花开满树的样子，非常好看。哎，大小姐啊，就在这棵树下，一坐便是一天呐。镇上的人呐，都说大小姐是有神仙庇护的有福之人呐。唉，可惜啊，今年是大小姐在家过的最后一个生辰了，以后嫁去了宋家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这棵桃树开花了。走吧。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总觉得他不像妹妹说的那样。若是那样，他真的会喜欢我吗？走一步，看一步吧。小桃树，我要嫁人了，以后就不住在家里了。我走了，你还会开花吗？小桃树，别人我不知道，你一定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小姐起来啦。这碗长寿面是姨嫂做的，料下的很足，肯定特别好吃。大小姐您快趁热吃吧。你爹他去御蜀局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你这是给我的吗？我不饿。娘，今天是女儿的生辰，是女儿在家过的最后一个生辰。娘，我知道自己不讨您喜欢，我长这么大都没有做过一件您喜欢的事儿。我不是不喜欢你，但是我是您生的，我该孝敬您。我生来就听不到声音，不能陪您说话，还要连累您被人笑话，被祖母不喜，
是我不好。我要出嫁了，不能时常在您身边尽孝了。这碗面，您能跟我一起吃吗？我疏远你啊，是我自己的原因。你是个有福气的孩子，自幼就有神灵庇护。等你嫁过去以后啊，不要因为自己听不到，就觉得低人一等，知道吗？来，吃面，吃面。大小姐，这大呼小叫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二小姐，我还当是怎么了？不就一棵破桃树吗？断了就断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赶紧给我丢掉，免得看着碍眼。呀！我差点忘了，每年你生辰，这个破桃树好像都会开花哦。可惜啊，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哭丧个脸做什么？真是晦气！你们俩把这棵破树给我拖走，丢掉。是。大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回吧。那小的们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姑娘，这柴是你的吗？哎，姑娘，老汉家正缺柴，不要我可砍了。我真砍了。哎
美女啊！好货色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你们想干嘛？陪哥几个玩玩。没错。滚开！哎，还是个小辣椒啊！哥喜欢。走。公主，为什么要拦着我？公主，这毕竟是凡间，妄动仙法暴露了身份，很可能会招来祸端。锦绣哥哥呢？你找到他了吗？公主恕罪，属下还没找到国师。不过可以确定，国师已经不在山灵界了。不在山灵界，那就好，平安就好。公主放心，属下会尽快找到国师。老夫人，这是我家老爷命小人送来给阿莫小姐的聘礼，原是要亲自来的，奈何艺术局急事待办，实在是无暇分身，也唯恐耽误了良辰，故此叮嘱小人向老夫人告罪。无妨无妨，公事要紧。里边请。谢老夫人。坐吧。我今天来，是在你出嫁之前，有些事情要交代。娘，请说。你那未来的夫君，自幼在京师跟随大儒读书，想来是个极守礼的人。你要时刻把我说的话记在心上，出嫁从夫，谨慎识礼，小心伺候好他，切勿忤逆。这是为妻之道，要想夫妻和睦啊，就要记在心上。你笑什么呀？你笑什么？这个金钗是我没有出嫁之前，我母亲给我的。给你吧。来，出嫁的日子啊，带在身上，也算你我母女情分一场。谢谢娘亲。
早点睡吧，我回来。早点休息。这阵子连天的就这么下雨呀，这肯定是龙王爷发怒了，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于嫂莫要乱说，什么龙王发怒啊？这明明就是到了雨季嘛，让你这一说，怪吓人的。哎呀，你个小孩子，你懂什么？您的菜。这位姑娘，咱这驿馆接待的都是来往的官员，至于这寻常百姓，可是不接待的呀。你看，这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在这儿躲一会儿？这个小的也做不了主啊。这位姑娘是与本官一起的。方公子，这是本官的官碟。哦，上官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上官，请坐。快去打壶热水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姑娘，请。姑娘，等会儿喝杯热水，好好暖暖身子吧。嗯。不过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前些日子在我的医馆，我为尊夫人诊过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在下失礼了。来，前面路况怎么样？大人，雨势越来越大，山路怕是不好走啊。必须休息，等雨停了再说。是。必须休息。是。大人，雨下这么大，看情况是走不了了。走吧。是。哎呀，我也管不了啊！我求求您了，看在我多年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这一程给我儿子找个大夫吧。我儿子病重，不能再耽搁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呀，你求我也没用啊！外面雨下那么大，这山高路滑的，谁敢顶着大雨去给你儿子找大夫啊？何况这天又快黑了，等到了县里，那城门也就关了呀。那可怎么办？没有大夫，我儿子今天晚上可能就……哭！当真是晦气至极！要死出去死，可别死在这儿！别再是什么恶疾，染及了旁人。这里的人可都是官绅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你知罪吗你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，快走，快走！等一下。大娘，我就是大夫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去给孩子瞧瞧。好啊！哎，你看的好吗？说不准就是传染旁人的恶疾。这孩子身上的病看不看得好，我还真不敢保证。不过我瞧着大人，您身上的病，恐怕已经没救了。混账！你说谁有病呢？我这位朋友，
说话比较心直口快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请大人海涵。大娘，快带我去看看吧。好。儿子，怎么样了？啊，好受点没？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他这怎么了？无碍，再吐上几次，吐干净了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样啊？来，慢点。起来。怎么样啊？娘，我舒服多了，也不疼了，就是昏昏沉沉的，没力气。可吓死娘了！我看你以后还乱不乱吃东西了。谢谢女神医，谢谢了。不必客气。不过今天晚上还是不要再喂他吃东西。晚上很可能还会再发烧，等烧退了就可以喂他吃一点米汤了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我听说太子重病，洛阳王已经连夜赶往京城了。在下也有耳闻。当今圣上连续夭折了4位皇子，可就剩下太子这么一根独苗。若是太子再没了，这皇位怕是……今天来的这几位都是从宫里来的，看那杀气腾腾的样子，怕是有人要突围了。来，事不关己，己不劳心啊！来，喝酒，请。今晚这雨，看是要下不停了。姑娘是哪里人？魏县。我在魏县为官也有2年多了，怎么从未见过姑娘？魏县人口众多，公子也不是每个都见过吧？也是。只是姑娘医术高超，长得又……就算没见过姑娘，也该听过姑娘的名字才是。也许是曾经见过，但是忘记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你不是不吃羊肉吗？姑娘怎知我不吃羊肉？我瞎猜的。我是吃的。羊肉温补，又不像猪肉一样肥腻。这个季节，喝点羊肉汤，最是暖胃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疼死我了呀！这里还有这里，你们去准备吧。是。小仙见过神尊。是要成亲了吗？是，生节到了。